棚改这2个字对于城里的居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，说不准哪天拆迁就轮到自己摇身一变，从工薪阶层直接是财富自由了。仔细想想，普通人翻身最快的土地也就是拆迁了。可惜时过境迁，房地产市场会根据每个阶段的需求做出政策上的调整。过去住房数量不够，市场一片繁荣，拆迁更合适。如今住房过剩，如果继续拆迁就不合时宜了，所以迎来了取代拆迁的新模式，也就是旧改。旧改更温和，更人性化，更符合市场发展规律，相较于拆迁更受欢迎。首先，效率更高。旧改不需要重新规划，拆迁建设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翻新改造，提高居住舒适度。其次，旧改更省钱。以往拆迁的时候，补偿资金就是个大难题，一个住户几百万，一个小区上千住户，地方财政根本承担不了，最后就是对抑制房价有一定的作用。过去拆迁之后，住户有了资金就去买房，然后推动房价上涨，形成了一个循环，拆迁补偿款买房，房价上涨。旧改之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，也不用再花大量的资金去建房了，避免了资源浪费。那么哪些房子会旧改了？第一，就是房龄较高的小区，有可能是20年，有可能是30年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要看房子的居住环境和状态。如果确实影响到居住，比如漏水、墙体开裂、环境堪忧、电路老化等等。第二，危房也属于旧改范围之内，只不过方式和拆迁还是不同。比如房子的主体已经损坏不能居住，那么就只能拆除，可以原拆原建，也可以先安置再拆除。总之拆补和以前的拆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第三，年代已久的预制板房，这类房屋基本上都是超过了30年，这种板房建造成本低，质量差，寿命也就30-50年，这类房子早就该拆除了。对此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